你敢信吗？即使狩猎到一头驼鹿，乔丹还是面临着淘汰的风险。吃了1个月的鹿肉，体重没增反少了30多斤，他感觉自己迟早会饿死。要知道节目组隔段时间就会过来体检，乔丹这体重继续降下去，真的有可能成为首位带着鹿肉离开的选手。为了让身体健康，只能想办法倒弄些鳟鱼吃，他们身上的脂肪非常丰富，搭配上鹿肉会更香。来到熟悉岸边继续钓鱼，瞧瞧这姿势就知道，乔丹平时没少钓鱼，很快就有一条鱼过来救济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，正考虑清蒸还是红烧好时，原来那鱼是过来偷诱饵的。乔丹瞬间失去钓鱼的欲望，他还以为钓鱼跟狩猎驼鹿一样简单，现在也只能回去继续啃鹿肉了。这鹿肉就像是个陷阱，越吃越难受。乔丹闭上眼都是那鱼挣脱的样子，可把他给愁坏。难道一代鹿神就这样陨落了吗？那节目效果肯定拉满。镜头来到内森这边，正用小刀给自己理发，还别说这手艺挺不错的，回去还能开展一下副业。内森对自己的新发型非常满意，希望能够带来好运。来到岸边检查刺网的情况，他已经有1个礼拜没抓到鱼，要是再搞不到鱼，那真要BBQ了。刺网那边依旧没啥效果，但是湖中心那有好几条大鱼。尴尬的是内森没有钓鱼工具，本来身体就虚弱，加上这样刺激，内森直接晕倒在地上，幸好没有往水里倒。等身体缓过来后，骂骂咧咧回营地休息。内森将剩下的食物全放到锅里煮，勉强还能坚持到每天早上。要是晚点去刺网那边没有鱼，那他只能选择退赛了。休息好后，内森就到刺网那检查，可能是湖神不舍他，刺网那边终于抓到鱼了，立刻冲过来拉网。这么大一条鱼，省点吃，再坚持2个月都不是问题。让他最高兴的是，大鱼里面还有一条小鱼，直接放到锅里煮汤喝，小日子又好起来了。想知道北极的冬季有多冷，看尼基都能在岩石上炒酸奶了，顺便把刀磨锋利点，我真怕他一不小心又弄伤自己。又到了寻找食物的时间，与刚来时相比，体重少了30多斤，每天不是挨就在挨饿的路上。幸好陷阱还是比较给力的，一只大兔子就躺在那里，立刻带回营地进行处理。为了确保营养均衡，尼基尝试食用兔子胃里的残留物，虽然听起来恶心，但是这对肠胃很好，强忍着难受慢慢清理出来。为了50万奖金，放到锅里面烹饪，荒野版兔杂汤就好了。尼奇直接顿喝起来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，它的味道像带有花香的木头。听到这形容，不知道大家想尝一口吗？反正尼奇对这非常满意，要是每天都能喝上一锅，他觉得自己又可以了。巴里这边已经饿疯了，明天就是体检的日子，他觉得自己明天就能见到妻子，顺便发表自己的获胜感言，得准备一些特产给妻子尝下。巴里整个人都亢奋起来，立刻到陷阱那看看，那嘴里还不断叨叨着赢得奖金后干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已经赢了。巴里发这有松鼠的足迹，沿着足迹看过去，他就在树上那待着，直接拿起弓箭射了过去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巴里立刻又射了一箭，还是没啥效果。松鼠这才反应过来，立刻起身逃离巴里的射程。巴里觉得自己都已经是冠军，那点肉就算了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在第2天的体检时，并没有看到妻子的身影，而且节目组还说他的体重下降太多，再这样下去只能让巴里回家了。这下巴里彻底绷不住了，没想到其他选手比自己还能熬，也不知道这脂肪能不能干过乔丹了。波尼亚虽然体检结果也不咋好，但是心态方面还不错，比起体重，他更担心狐狸来偷肉吃。陷阱那边没有损坏，而且还意外抓到纸松鼠，虽然没有兔子肉多，但是能狩猎到就已经相当满意了。米歇尔已经在北极待了47天，长期缺乏食物导致身体虚的不行，只能躺在被窝里节省体力。要不是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他是真的不想离开营地。原本靠陷阱还能抓到兔子，自从狐狸来过后，现在一根兔毛都看不到。米歇尔刚走没几步，这头就晕得不行，只能停下来缓缓。最糟糕的是，他感觉视线变得模糊起来，要是再不来点吃的，实在没有办法坚持到最后。陷阱这边什么都没抓到，米歇尔心情变得更加烦躁起来，已经分辨不出正确的方向，在附近转了好几圈。米歇尔还有点发烧，现在站都站不稳，直接摔倒在地上，距离落水只有几公分，这下彻底把他吓醒了。跌跌撞撞回到营地哪里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弄点柴火。米歇尔很想坚持到最后，但是身体处于崩溃的边缘，已经便秘半个月，对盆腔伤害很大，之前生娃导致那辨韧带撕裂过。米歇尔感觉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。沃尼亚的状态就好很多，
不仅有空练习华尔兹，还准备制造一条兔子围巾。每次抓到兔子都会把皮毛弄成兔子绳储存起来，现在刚好能成围巾。沃尼亚很喜欢用原材料进行加工，一点都不比超市买的差。围巾并不难编织，只需要在这些柱子上来回缠绕。虽然沃尼亚不会打结，但是可以用鱼线绑在一起，很快一条兔子围巾就弄好。这要是兔子再多一点，怕是能成毯子盖着睡了。米歇尔身体进一步恶化，一直处于发烧状态，除了哭之外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整晚都没有入睡，担心自己再也睁不开眼，就这样一直熬到天亮。米歇尔这情绪实在绷不住了，他没有想过会在这里会如此痛苦，立刻呼叫节目组过来。米歇尔的身体比想象中还要差，要是再晚几天检查，都不用去医院，直接回家吃席了。现在只剩下5人留在场上，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？